今天看了一个油管视频，发现声音小，特别是在室外看，几乎听不清，就是这个。大家好，这里是小胡先说。今天这期视频呢，整理了炒股10年的超核心盘中看盘技巧啊，从板块、成交量、均线一篇全讲透，学会这4招呢，天天勤用。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反复去观看啊，不说废话，直接上干货。我顺手处理了一下它的音频，变成了这样。大家好，这里是小胡先说。今天这期视频呢，整理了炒股10年的超核心盘中看盘技巧啊，从板块、成交量、均线一篇全讲透，学会这4招呢，天天勤用。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反复去观看啊，不说废话，直接上干货。于是我想，可能有许多朋友也有这样的声音美化需求，但是又不想太麻烦，毕竟大家制作视频已经够费时间的了。所以，经过一些尝试，我总结了一个非常简单容易上手的方案，不需要任何音频技术基础，只要你跟着我的提示一步步操作，一定能改善自己的节目的音质，并且所有的工具全部都使用免费软件，我也会把所有工具和链接放在本期的网页里，网址放在说明栏或者留言里。开始之前，请你先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先来大致了解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吧。当你对着麦克风开始讲话的时候，你的声带开始震动，并带动整个身体的各部分共振起来，从而发出一串连续的声波。后面我们统一称它为语音。在语音传递到话筒之前，它可能包含了从80赫兹的低频声波到几千赫兹的高频声波，而且声波的能量变化也会很大，有时可能是轻声细语，只有0.几分贝，有时又可能很洪亮，甚至达到60到70分贝。快速科普一下哈，这里说的赫兹和分贝都是衡量声音参数的物理单位，赫兹是振动频率的单位，频率简单理解就是那些影响到声音音色的参数，我们常说明亮、浑厚、低沉、尖锐等等，这些形容表示的就是频率值表现出来的特性。分贝是声压级单位，声压级可以简单理解为音量大小。总之，从人嘴里发出的语音，无论是频率范围还是音量范围，也叫动态范围，都非常的大。而即使是最好的麦克风，它的敏感度都是有一定限度的，特别是在动态范围方面，麦克风的灵敏度远远低于语音所能产生的动态范围。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些专业的歌手在演唱的时候会时不时调整麦克风与嘴巴之间的距离。当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当然很难像歌手那样不断调整麦克风位置，我们通常会把麦克风固定在一个与嘴巴适合的距离，然后通过适当减小话筒输入的量来限制最大的输入，以防止大声的说话的时候突然冲破音频设备的动态极限。一旦最大输入超出音频设备的动态极限，我们会得到一个滋滋响的破损的音频，这种现象有时候称为溢出，俗称爆音。于是很显然，为了保证录音的时候不爆音，我们会整体减小输入，这样声音录进电脑或者手机以后，你会发现整体的音量都是偏小的，尽管有些地方可能很大，但可能其他地方都很小。无论你如何把电脑或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声音也不会像电台主播那样浑厚清晰。我就以开始提到的那个节目为例，给大家展示如何处理成最终的效果。这里我使用一款免费的音频软件，叫做 Audacity。 这个软件有 Windows 版本也有 Mac 版本，功能非常强大，下载和安装的过程非常简单，这里就跳过了。安装完成以后，在本期节目的网页里下载我为大家制作好的预制文件，点击这个下载按钮，下载完成后解压缩，得到一些预制文件，然后打开 Audacity 软件，从 File 文件菜单中选择 Open， 打开要处理的音频文件。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么6件事。第一件事，滤波。做这件事的目的是让声音素材变得干净清晰。它的原理类似于果汁过滤器，过滤以后可以把不要的果皮、杂质去掉，只留下纯净的果汁。声音从录制到信号放大以及模拟数字转换等等过程中，音频信号会被添加一些杂质，特别是当你在比较嘈杂的环境中录音时尤其明显。滤波主要是降低某些频率的信号。根据我的经验，对于人讲话的语音材料而言，低于100赫兹或高于1万赫兹的部分，基本上是与语言清晰程度无关的信号，降低或者完全去除这些信号，不会影响到语音清晰度。
首先选择要处理的音频部分，点击 Effect 菜单，选择这里的 EQ and Filters， 找到 Filter Curve EQ， 然后点击这个 Preset 与 Settings 按钮，选择 Import 导入预制文件，在刚才下载的预制文件中找到 Vocal Filter， 打开它。可以看到，我把100赫兹以下的信号完全滤掉了，这叫做低切处理。高频4000到8000赫兹的部分有一点减弱，这一部分通常包含比较多的环境噪音、过强的齿音、口舌噪音等等，但这一部分如果衰减太多会减少语音量则感，所以只做轻微的衰减。10000赫兹以上的信号我做了一个高切，其实这部分包含一些气声，如果你的节目是那种需要很多气声的悄悄话节目，你可能需要手动提升一下，不过大部分语言类节目这样高切是可以的。点击这个 Preview 可以预览处理以后的效果，如果觉得满意，可以点击 Apply 按钮对声音进行处理。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当你点击 Apply 处理以后，你只能通过 Edit 菜单的 Undo 来取消它。你也可以对一段声音重复多次进行处理，产生更加彻底的处理操作。大家好，这里是小胡先说。今天这期视频呢，整理了炒股10年的超核心盘中看盘技巧啊。从现在这个声音没有了背景里嗡嗡和喷麦的砰砰声，唇齿口舌的杂音相对减弱了一些。第二件事，动态压缩。动态就是指声音最小的音量到最大的音量之间的范围，对动态进行压缩，其实就是缩小最大音量和最小音量之间的差距。主要的目的是使整个声音听起来响度比较稳定，而不会感觉忽大忽小、忽远忽近。我们怎么做呢？一种方法是直接选中一块要调整的音频，然后在 Effect 菜单选择 Volume and Compression， 打开里面的 Amplify 振幅调整，输入负数，减小音量，输入正数，增加音量，点击 Apply 应用。这个办法比较灵活，可以自由控制每一个细节，但是如果素材时长很长，变化很多，处理起来也比较费时。在 Audacity 中，我们可以使用压缩器来进行处理。首先选中要处理的音频，点击 Effect 菜单，选择 Volume and Compression 音量和压缩，找到 Compressor， 打开它，然后点击 Presets 与 Settings 按钮，然后点击 Import 导入，在刚才下载的预制文件中找到 Vocal Startup 文件，打开，点击 Apply 应用。大家好，这里是小胡先说。今天这期视频呢，整理了炒股10年的超核心盘中看盘技巧啊，从板块、成交量、均线一篇全讲透，学会这4招呢，天天清牛。经过处理后，声音明显变得更加响了，细节会稍微突出一些。如果发现处理以后有个别音量还是特别突出，可以使用前一种办法单独调整。使用压缩器进行处理的时候，声音除了动态范围减小外，还会得到一些细节的提升，也会有音质的改变。多次使用压缩器进行处理，可能会得到意外的效果，所以请仔细听遍声音的变化，再决定是否要保留多次处理的效果。第3件事，失真处理。大家可能听过电吉他失真效果，这里用到失真效果器来处理人声，目的不是要追求电吉他效果，而是通过少量的失真效果，为音频增加谐波成分，提升音频的亮泽度和饱满感。在 Audacity 中选择 Effect 菜单，找到 Distortion and Modulation 菜单，从里面选择 Distortion 打开，点击 Presets 与 Settings， 然后点击 Import 导入。在下载的预制文件里找到 Voice Exciton 文件，打开。这里几个参数分别为 Distortion Type 失真类型，选择 Hard Clipping。Clipping Level 设置在-6到-10之间 ，Drive 可以适当调整，默认50，Makeup Gain 建议调到0，也就是不要额外增大音量。然后点击 Apply， 试听一下。大家好，这里是小胡先说。今天这期视频呢，整理了炒股10年的超核心盘中看盘技巧啊，从板块、成交量、均线一篇全讲透，学会这4招呢，天天清牛。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反复去观看啊，不说废话，直接上干货。现在这个声音听起来大不一样了。第5件事，响度标准化。许多平台和行业都有自己的节目响度标准。以 YouTube 为例，建议的响度不低于-14分贝 LUFS。对于这个数值，这里就不多解释了，直接操作。选中要处理的音频，点击 Effect 菜单，
选择 Volume and Compression 音量和压缩，找到 Loudness Normalization， 打开它，然后点击 Presets 与 Settings 按钮，然后点击 Import 导入。在刚才下载的预制文件中找到 YouTube 文件，打开它，点击 Apply。第6件是限幅，这是一个声音安全化标准处理，通过 Audacity 的限制器 Limiter 来操作。选中要处理的音频，点击 Effect 菜单，选择 Volume and Compression 音量和压缩，找到 Limiter， 打开它，然后把 Threshold 调到-1.0， 点击 Apply。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语音处理，听听是不是比之前更加响亮和清晰了呢？大家好，这里是小胡先说。今天这期视频呢，整理了炒股10年的超核心盘中看盘技巧啊，从板块、成交量、均线一篇全讲透，学会这4招呢，天天勤用。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反复去观看啊，不说废话，直接上干货。点击 File 菜单，选择 Export Audio 导出音频，选择 Export to Computer 导出到电脑里。建议按照这里的参数设定音频文件格式，然后点击 Export 导出。虽然整体声音变响亮了，但是背景噪音也跟着一起被放大了，怎么办？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超实用的在线去除环境噪音工具，叫做 Lala AI。打开这个网址，点这里可以选中文，然后点登录。第一次选择邮箱注册或者其他登录形式都可以。注册并登录成功以后，在产品中选择声音移除器，在这个页面中把音频文件直接拖进来，稍等片刻，搞定。大家好，这里是小胡先说。今天这期视频呢，整理了炒股10年的超核心盘中看盘技巧啊，从板块、成交量、均线一篇全讲透，学会这4招呢，天天勤用。建议大家收藏下来，反复去观看啊，不说废话，直接上干货。怎么样？有没有专业大媒体那种感觉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所有工具和链接我都放在这期视频的网页里了。如果你在处理你的语音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在留言区提问，我会第一时间回答你。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请别忘订阅、点赞、收藏。感谢观看。